烈焰吞噬了整座宅邸，木材在高温中崩裂，发出刺耳的声響。瑞尔莎跪在林间的空地上，双手按在里卡多的胸口，鲜血浸透了他的衣襟。瑞尔莎哭喊道：“里卡多，快醒醒！”里卡多呕出一口鲜血，睁開眼看向瑞爾莎，聲音微弱的回應道：“瑞爾莎，你快跑！”沉重的脚步聲在林中響起。奧伯倫手持細劍走近，瑞爾莎心中充滿了絕望，怎麼會變成這樣？原本我只是想和家人一起過一個快樂的生日。10年前，阿拉克尼莊園，窗外大雨如注，阿奇蒙德站在窗前，結果如何？醫生低聲回應道：“很遺憾，您的兒媳已經去世了。至於那個剛出生的嬰兒，我從他身上檢測不到任何魔力。”阿奇蒙德轉過身，眼中閃過一絲寒芒。在阿拉克尼家族，這簡直是前所未聞的事情。作為家族之主的阿奇蒙德，擁有着絕對的權威與力量。他的兒子費諾同樣繼承了這份強大的血脈。不僅如此，阿奇蒙德的3個孫子也都覺醒了非凡的能力，甚至連數10名遠親後代也都天生擁有強大的力量。然而，瑞爾莎作為家族中最小的孩子，卻是唯一的例外。或許正因如此，他從小就被安置在城堡偏僻的別館中生活，像是一個不存在的孩子。瑞爾莎握着畫筆在紙上塗抹，心中默默想着：父親今年也沒有來看我，他果然還是討厭我嗎？為了贏得家人的愛，我付出了全部的努力。他拿着精心準備的畫作，鼓起勇氣跑到阿奇蒙德面前：“祖父，這是我為您畫的。”他滿懷期待地問道：“今晚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吃晚飯嗎？”阿奇蒙德停下腳步，轉過頭，冷冷地俯視着他：“誰允許你在城堡裡這樣亂跑的？”瑞爾莎嚇得縮緊了肩膀，手中的畫紙被捏得變了形。阿奇蒙德指着他呵斥道：“我禁止你踏出別館一步，聽明白了嗎？”2名侍衛走上前，強行架起瑞爾莎向外拖去。瑞爾莎哭喊着掙扎：“祖父，對不起！”然而，無論瑞爾莎如何努力，得到的卻只有家人的冷漠。沉重的房門在瑞爾莎面前關上，將她徹底隔絕在陰冷的別館之中。瑞爾莎蜷縮在寬大的床上，把臉埋進枕頭裡抽泣：“大家都討厭我，肯定是因為我太沒用了。”門外傳來了女僕們的竊竊私語和譏笑聲。聽說瑞爾莎小姐又偷偷溜進主城了，結果被狠狠訓斥了一頓。她的力量到現在都還沒覺醒呢。阿拉克尼家族的名聲都因為她受損了，甚至有傳言說我們的血脈正在衰退。她一定是給這個家族帶來了詛咒。瑞爾莎緊緊摟住懷裡的布偶，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。難道家人討厭我，是因為我被詛咒了嗎？所以父親才一次都沒有來看過我嗎？今天是我的10歲生日。他看向窗外燈火輝煌的主城，可是我好冷好餓。其他人現在一定在開心的吃着晚餐吧。他閉上眼睛，幻想着自己坐在華麗的餐桌前，父親和祖父就坐在身邊，大家圍着生日蛋糕，露出溫柔的笑容。我真的很想和家人一起慶祝生日。木材燃燒的噼啪聲打破了寂靜。瑞爾莎緩緩睜開眼，疑惑地看向四周。她猛地坐起身，這是什麼？火勢迅速蔓延，滾滾濃煙湧入房間。瑞爾莎翻身下床，赤着腳跑向門口，整座別館陷入了一片火海，四周的房梁逐漸崩塌。她大聲呼救：“有人在嗎？救命！”她看着空蕩蕩的走廊，難道大家都丟下我離開了嗎？火舌舔舐着牆壁，木材碎裂的聲音此起彼伏。瑞爾莎無助地看着四周，我現在該怎麼辦？一只手突然伸出，抓住了瑞爾莎的手腕。里卡多大聲吼道：“你這個笨蛋，為什麼還在這裡？”瑞爾莎愣住了。里卡多神色焦急，為什麼還不快跑？瑞爾莎支支吾吾的回應：“我看到起火了，就跑出房間，可是這裡一個人也沒有。”里卡多震驚地看着他：“什麼？房子都着火了，竟然沒有一個人來接你嗎？”瑞爾莎輕輕點了點頭。里卡多咬緊牙關，眼中滿是憤怒。那些混蛋！他握緊瑞爾莎的肩膀，嚴肅地說道：“聽好了，帝國軍隊入侵了我們的家，祖父正在為我們爭取逃跑的時間，但我不知道他還能撐多久。”瑞爾莎驚恐地問道：“為什麼帝國軍要攻擊我們？”里卡多拉着瑞爾莎向外跑去：“我們家族中一定有人背叛了，現在沒時間解釋了，必須先離開這裡。”兩人衝進漆黑的森林，身後的火光逐漸遠去，草叢中傳來一陣響動，一個聲音急切地呼喊道：“里卡多大人！”里卡多立刻停下腳步，將瑞爾莎護在身後。奧伯倫從陰影中走出來，他看起來有些狼狽。“謝天謝地，您平安無事，我一直在找您。”里卡多鬆了一口氣。“奧伯倫，很高興看到你還活着，帶上瑞爾莎去躲起來，我必須回去幫祖父。”瑞爾莎緊緊抓着里卡多的衣角：“你不跟我一起走嗎？萬一你在戰鬥中受傷了怎麼办？”里卡多轉過頭，露出一絲微笑：“傻瓜，我可是很強的，不會受傷的，不用擔心我，你就留在這裡等候，等事情平息之後，我會回來找你的。”瑞爾莎問道：“你會回來找我？為什麼？”里卡多理所當然地回應道：“這還用問嗎？因為我們是家人啊。”瑞爾莎愣在原地：“家人嗎？但我真的有資格稱自己是他的家人嗎？我沒有任何力量，只會給家族的名聲抹黑。我是一個被詛咒的孩子。”冰冷的劍鋒在月光下閃過，鮮血濺落在瑞爾莎的臉上。她猛地睜大雙眼，看着眼前發生的一切。奧伯倫站在里卡多身後，長劍貫穿了里卡多的胸膛，鮮血從里卡多口中湧出。里卡多身體搖晃着，難以置信地看向胸前的劍刃。他艱難地轉過頭，看向身後的奧伯倫，聲音破碎地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奧伯倫面無表情地抽回長劍。里卡多失去了支撐，整個人癱倒在草地上。奧伯倫冷冷地說道：“請原諒我，里卡多大人。”瑞爾莎看着倒下的里卡多，發出凄厲的尖叫：“里卡多！”里卡多口中不斷湧出鮮血，他虛弱地呼喚着：“瑞爾莎，快跑！”瑞爾莎心中充滿了絕望，原來奧伯倫就是那個叛徒。他顫抖着問道：“為什麼要這樣做？
我一直以為你是家族最忠誠的僕人。奧伯倫冷冷地回應道。瑞爾莎小姐，這一切都是因為你的力量沒有覺醒。瑞爾莎愣住了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奧伯倫俯視着他，是你的詛咒給阿拉克尼家族帶來了毀滅。瑞爾莎跌坐在草地上，心臟剧烈地跳動着。奧伯倫指着遠方被火焰吞噬的城堡，你自己看吧，這一切都是因為家族為了保護你才發生的，就因為你太弱小了，甚至無法覺醒自己的力量。他提着滴血的长劍，一步步走向瑞爾莎。你知道你的父親為了保護你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嗎？你知道你的家族是如何走向毀滅的嗎？瑞爾莎顫抖着說道。你是說這一切都是我的錯嗎？奧伯倫舉起長劍，不過現在說這些也太晚了，你已經沒有機會去彌補了。阿拉克尼家族到此為止了。長劍劃破空氣，一道血光在黑暗中迸現。瑞爾莎猛地睜開眼，懷裡緊緊抱着布偶熊，她大口喘着氣。我被劍刺中了。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但身體並沒有預想中的劇痛，我甚至沒有受傷。她抬起自己的手，難道那只是個夢嗎？她又捏了捏臉頰，感受着真實的觸感。這不可能。她看着鏡子裡的自己，心中充滿了震撼。難道我回到了過去？門外傳來敲門聲，女僕推開門，該起床了，瑞爾莎小姐，你還在睡嗎？她看着已經坐起來的瑞爾莎，你已經醒了。瑞尔莎回應道，是的。女僕將一盘面包放在桌上，這是你的早餐，我們今天要出門，所以你別到處亂跑，也別惹麻煩。另一名女僕在走廊小聲問道，你為什麼要特意告訴她那個？房門被關上，瑞爾莎看着桌上的面包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那些女僕在我小時候因为在城堡裡偷東西被趕走了。這是花生面包，但我不能吃花生，我還是把它們挑出來吧。說起來，我以前吃花生面包的時候病得很重。瑞爾莎咬了一口面包，一切都和我記憶中一模一樣。如果我真的回到了過去，在我10歲生日那天，我的家族會再次走向毀滅。家裡所有人一輩子都在無視我，甚至連我的父親都沒有來看過我一次。我本以為我會永遠孤身一人，但里卡多說我是他的家人。這一次，我想保護每一個人，因為我們是家人。瑞爾莎在房間裡轉了一圈，但是我到底能做些什麼呢？我該如何保護我的家族？他突然靈光一現，我知道了，我要離開這座城堡。只要我走了，奧伯倫就不會背叛家族了。奧伯倫一直很討厭我，只要我消失，我相信他一定不會背叛阿拉克尼家族。瑞爾莎在房間裡四處搜尋，她翻找着抽屜和櫃子。為了在城堡外生存，我需要錢，所以我得帶走所有能賣掉的東西。他費力地拖着一個大包袱，累得直喘氣。這些東西好重，看來我的身體真的變小了。他背起包袱，但我必須堅持下去。穿過這片森林，外面就有一個村莊。瑞爾莎小小的身影走向茂密的森林深處，包袱裡的麵包、項鏈和硬幣不斷掉落在草地上，他卻渾然不覺，一只手撿起地上的項鏈。天哪，看來瑞爾莎小姐是打算去散步呢。他看着瑞爾莎遠去的背影，低聲自語。但是那片森林，夜幕降臨，森林變得幽暗深邃。瑞爾莎獨自走在崎嶇的小路上，腳步越來越沉重。他停下腳步，環顧四周漆黑的樹影。我是不是迷路了？森林深處透出詭異的紅光。瑞爾莎緊緊抱着懷裡的包袱，他努力克制着恐懼，大聲喊道：“我不害怕，一點都不怕。”他回想起曾經的畫面，那時候我也很害怕，但里卡多一直陪在我身邊。沒關係，我可以一個人做到的。畢竟我已經10歲了，雖然現在的身體比那時候要小。液體滴落在瑞爾莎的頭頂，他疑惑地抬起頭：“下雨了嗎？”一只巨大的魔獸正張開血盆大口，粘稠的唾液不斷滴落。魔獸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咆哮。瑞爾莎驚叫道：“是怪物！”魔獸巨大的爪子重重拍在瑞爾莎身側，瑞爾莎驚叫一聲，跌坐在地上。他帶着哭腔喊道：“走開！誰來救我？”里卡多！里卡多停下腳步。為什麼別館這麼安靜？他環顧着冷清的走廊。這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嗎？兩名女僕見到里卡多，立刻驚慌地跪倒在地。里卡多大人，您怎麼親自到這裡來了？里卡多轉過身問道：“瑞爾莎在哪裡？”女僕支支吾吾地回應：“我們從今天早上起就沒見過她了，也許她又躲在什麼地方了。肯定是因為她想引起別人的注意，她一直都是那個樣子。”里卡多眼神冰冷地看向他們：“不要對我撒謊。”女僕們嚇得縮起了肩膀。里卡多步步逼近：“你們以為我不知道她在這裡過着什麼樣的生活嗎？”女僕低着頭，冷汗直流。她這是怎麼了？以前只要瑞爾莎小姐溜進主城，她總是第一個把她趕出來的人啊。一名侍衛急匆匆地跑向里卡多：“少爺，我們發現了瑞爾莎小姐留下的痕迹，在魔獸森林附近的地面上發現了這個。”里卡多一臉震驚：“什麼？”女僕嚇得臉色發白。魔獸森林！里卡多顧不得許多，猛地轉身衝向門外。侍衛在身後大喊：“少爺！”里卡多咬牙切齒地低聲咒罵：“該死！”他全速在走廊中奔跑。森林深處，瑞爾莎正拼命奔跑。我不想死，如果我就要這樣死掉，為什麼還要讓我回到過去？我明明只是想保護我的家人。里卡多的聲音突然響起，趴下，一道紫色的火焰在森林中炸裂開來。魔獸發出痛苦的哀鳴。瑞爾莎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他來救我了，就像以前一樣。里卡多一把抓住瑞爾莎的肩膀：“你在這裡做什麼？這裡可是魔獸森林，你難道不知道這裡有多危險嗎？”魔獸發出憤怒的咆哮，張開巨口襲向兩人。里卡多緊緊護住瑞爾莎，該死，他居然還活着！瑞爾莎驚恐地喊道：“當心！”里卡多側過頭命令道：“快跑！”瑞爾莎問道：“那你怎麼辦？”里卡多憤怒地大吼道：“沒聽到我的話嗎？快跑！”魔獸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，猛地揮動利爪。瑞爾莎愣在原地，他絕望的呢？難道不要？里卡多可能會死，全都是因為我。
瑞爾莎伸出手，掌心散發出微弱的光芒，我不能再次失去它。无數晶莹的水泡從瑞尔莎周身湧現，它们在森林中升腾，緩緩升向半空。魔獸咆哮着躍起，卻被無數水泡阻擋，發出痛苦的哀鳴。沉重的軀體轟然到地，激起一片煙塵。里卡多輕聲的喃道：“瑞爾莎，你的力量覺醒了嗎？”瑞爾莎顯得有些不知所措。瑞爾莎看着周圍漂浮的彩色氣泡，神情有些恍惚。他猛地撲向里卡多，緊緊抱住了他。里卡多被這突如其來的擁抱嚇了一跳：“什麼情況？快放開我！你的鼻涕都蹭到我身上了。”瑞爾莎抽泣着說道：“我真的好高興，你沒有死。”里卡多停下了動作，看着懷裡的瑞爾莎，他伸手托起瑞爾莎的臉：“我當然不會死，笨蛋，我很強的，所以絕對不會死。”瑞爾莎露出笑容：“你說的對，里卡多，你真的很強，謝謝你又來救我。”他的聲音越來越輕，最後徹底失去了意識，倒在里卡多懷裡。里卡多接住他，看着懷中熟睡的女孩，他只是睡着了，但他說的又是什麼意思？清脆的掌聲從林間傳來，一個身影緩緩走近。瑞爾莎大人的力量終於覺醒了。里卡多抱着瑞爾莎，警覺地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。羅西南特微笑着走近：“現在請允許我護送你們回去。”里卡多問道：“你什麼時候到這裡的？”羅西南特回應：“我只是碰巧路過。”里卡多盯着他說道：“別騙我了，從他們發現這隻手鐲開始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對勁。你從瑞爾莎進入這片森林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在監視他，對吧？憑借你的力量，在魔法範圍內的一切都逃不過你的眼睛和耳朵。”羅西南特微笑着：“我不否認，我看到瑞爾莎大人走進了這片危險的森林，所以我只是把他的手鐲放在了一個容易被發現的地方。”里卡多反駁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大可以直接救出瑞爾莎，而不是費這麼多周折。”羅西南特接過瑞爾莎：“您知道的，我是費諾大人的副官。自從費諾大人被降職後，我就被禁止干涉這府邸內發生的任何事情。但現在，既然瑞爾莎大人的力量已經覺醒了，這項禁令很快就會被解除。”里卡多說道：“不管怎麼說，你利用了我，這樣你就不用親自動手救他了。”羅西南特笑着回應：“天哪，我可沒有利用您，您也很擔心他。難道這不是您偷偷溜到這裡來的原因嗎？”里卡多撇過頭，嘖了一聲，他轉身離開，把這裡的害蟲都清理乾淨。那些僕人已經變得太傲慢了。羅西南特點頭，當然。他看向懷中的瑞爾莎：“我們現在回去嗎？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是時候把一切都撥亂反正了。”瑞爾莎睜開眼睛，看着華麗的天花板和垂下的吊燈，這是哪裡？他躺在寬大舒適的床上，周圍的一切都顯得陌生而寧靜。一個溫和的聲音從床邊傳來：“您醒了，瑞爾莎大人。”瑞爾莎坐起身，看向床邊的陌生女性：“你是誰？”嗩娜微微躬身行禮：“請允許我正式介紹一下自己，我是嗩娜，從現在起，我將擔任您的專屬騎士。”瑞爾莎試探着叫道：“嗩娜。”嗩娜倒了一杯水遞給他。瑞爾莎心想，他人真好。嗩娜繼續說道：“您已經昏迷2天了，您還記得力量覺醒時發生了什麼嗎？”瑞爾莎低聲回應：“不太記得了。”嗩娜安慰道：“沒關係的，當力量覺醒時，身體會受到巨大的衝擊。我是阿拉克尼家族的遠親，所以我也曾親身經歷過這些。”瑞爾莎喝着水，心中卻在思索：我的力量真的覺醒了嗎？但我甚至不記得是怎麼使用它的。他突然想起了什麼：“等一下，我哥哥呢？里卡多還好嗎？”嗩娜回應道：“里卡多大人平安無事，他已經和您還有羅西南特一起從森林回來了。”瑞爾莎疑惑地重複道：“羅西南特？”嗩娜解釋道：“那是費諾大人的副官，他就在昨天剛剛復職。既然您的力量已經覺醒，費諾大人也將從邊境趕回家中。”瑞爾莎愣住了，父親要回家了。等一下，原來他並不是因為討厭我才躲着我，這段時間他一直住在城堡外面。瑞爾莎的臉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：“我終於要見到父親了。”嗩娜看着瑞爾莎，心中感嘆道：“瑞爾莎大人一定非常想念他的父親。”瑞爾莎的肚子突然發出了咕嚕聲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。嗩娜笑着說道：“哎呀，你一定是餓了，我已經讓僕人去準備食物了。等您恢復了體力，公爵大人就會見您。”瑞爾莎愣住了：“爺爺嗎？可是爺爺他很討厭我。”嗩娜解釋道：“那不是真的，現在的狀況對您來說可能太複雜了，難以理解。但請放心，從現在起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”門外傳來了敲門聲，我們把瑞爾莎大人的餐點送來了。嗩娜看向門口：“進來吧。”幾名女僕端着食物走進房間，她們的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。“見到您很高興，瑞爾莎大人。從現在起將由我們來服侍您。別擔心，別管的那些女僕再也不會到這裡來了。”瑞爾莎有些不敢置信地問道：“真的嗎？她們不會再回來了嗎？”女僕肯定地回答道：“當然。現在您一定餓壞了，快請用餐吧。”他們端上精緻的食物，還有餐後甜點。瑞爾莎看着眼前的甜點：“我最喜歡布丁了。”她拿起勺子吃了一口，露出了幸福的神情。以前我很害怕別管的那些女僕，但是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好溫柔。即便如此，我真的可以擁有這樣的幸福嗎？我是那個毀掉阿拉克尼家族的詛咒之子，所以我很害怕這份幸福無法長久。女僕們開始為瑞爾莎梳妝打扮，整理好最後一絲髮綹。女僕笑着說道：“好了，全部完成了。”瑞爾莎換上了華麗的黃色蕾絲裙，站在鏡子前，她有些局促地問道：“我看起來怎麼樣？”女僕們發出陣陣驚嘆：“太可愛了，小姐，您看起來簡直像個天使，真不敢相信，像您這樣純潔無瑕的女孩，竟然會出生在阿拉克尼家族。”嗩娜嚴肅地說道：“在瑞爾莎大人面前，注意你的言辭，你忘了禮儀嗎？”女僕慌忙低頭道歉：“對不起。”瑞爾莎說道：“沒關係的。”嗩娜低頭看向瑞爾莎：“您不應該讓他們隨心所欲地亂說話。”瑞爾莎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但我真的不在意。”
唢呐看着他的笑容，語氣變得溫柔。那麼您還記得我們一起練習過的內容嗎？瑞爾莎點頭。我需要像這樣抓着裙擺。他提起裙角，優雅地行了一個屈膝禮。女僕們被這一幕萌得捂住臉。她太可愛了，我們要克制住自己。唢呐輕咳一聲，做得非常出色。我相信公爵大人一定會為您感到骄傲的。看來沒有我，您也能做得很好。瑞爾莎有些不安地問道：“唢呐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嗎？”清脆的皮靴聲在走廊中回盪。唢呐看向前方，他來了。瑞爾莎探出半個腦袋觀察着，是誰？一個冷峻的聲音響起：“很高興見到您，瑞爾莎大人。”奧伯倫微微躬身行禮：“我是奧伯倫，公爵大人的副官。”奧伯倫說道：“請允許我護送您去見公爵大人。”瑞爾莎跟在奧伯倫身後。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計劃背叛阿拉克尼家族的？在我的記憶裡，他一直是個忠誠的僕人，將一生都奉獻給了家族。所以他為什麼要背叛我們？奧伯倫停下腳步：“您有什麼話想對我說嗎？”瑞爾莎慌亂地回應道：“什麼？我是說根據唢呐告訴我的那些事，我覺得你非常了不起。”奧伯倫重複道：“了不起嗎？”瑞爾莎繼續說道：“你為了阿拉克尼家族奉獻了自己的一生，不是嗎？”奧伯倫回答道：“確實如此。”瑞爾莎看着奧伯倫問道：“那意味着阿拉克尼家族對你來說很重要，對嗎？”奧伯倫轉過身繼續走着：“是的，這裡對我來說就像家一樣。”瑞爾莎緊緊攥住裙擺。也許奧伯倫現在還沒有決定背叛我們，我是不是該試探他一下？他開口說道：“我的力量已經覺醒了。”奧伯倫回應道：“我聽說了，恭喜您。”瑞爾莎問道：“那意味着我的父親很快就會回來，對吧？阿拉克尼家族現在安全了，你所擔心的那些事不會發生的。”奧伯倫沉默地站在長廊中，他停下腳步說道：“瑞爾莎小姐。”瑞爾莎看着前方說道：“我們到了，得快點才行，我等不及要見祖父大人了。”他沉思着：“我絕不能讓他在這裡問我任何具體的問題。”奧伯倫帶着瑞爾莎走進房間。“公爵大人，我已將瑞爾莎小姐帶到。”阿奇蒙德轉過身看向瑞爾莎，瑞爾莎有些局促地行禮：“您好，祖父大人。”他的腳下突然一滑，整個人向前摔倒在地上。他抬起頭，一臉委屈，明明和唢呐練習了那麼久，結果還是搞砸了。阿奇蒙德說道：“不必拘禮，向我展示你的力量。”瑞爾莎愣住了：“您說什麼？就在這裡嗎？現在？”他閉上眼睛，在心中默念：“泡泡快出來，拜托了。”房間裡一片寂靜，什麼都沒有發生。三個人陷入了沉默。阿奇蒙德冷淡地說道：“算了，我不該抱有期待。”瑞爾莎猛地一顫。阿奇蒙德轉過身去：“你退下吧。”奧伯倫帶他回房間。奧伯倫低頭回應：“是的，公爵大人。”他抓住瑞爾莎的手：“走吧，瑞爾莎小姐。”瑞爾莎在心中驚恐地吶喊：“如果祖父大人不認可我，我就會像前世一樣再次失去家人。”他用力甩開奧伯倫的手：“請等一下，這次一定可以做到的。”彩色的泡泡在瑞爾莎身邊浮現，緩緩向上飄動。瑞爾莎含着淚水，不停地祈求着：“請再給我一次機會。”無數彩色的泡泡在房間內升騰，整間屋子被光芒籠罩。阿奇蒙德看着飄到眼前的泡泡，露出驚訝的神情。奧伯倫沉思着：這些不是普通的泡泡，它們擁有中和魔力的力量。阿奇蒙德看向瑞爾莎：“這就是你的力量嗎？”瑞爾莎站在原地，低聲回應道：“是的，祖父大人。”他在心中忐忑地想，他會不會說這種力量毫無用處，因此責罵我？阿奇蒙德嘆了口氣：“看來你現在還無法很好的控制它，我會為你找一位能提供幫助的老師。你現在可以退下了。”瑞爾莎愣住了，他沒有責罵我，他立刻回應道：“謝謝您，祖父大人。”隨即小跑着離開了房間。阿奇蒙德對身邊的奧伯倫說道：“奧伯倫，你也看到他的力量了？”奧伯倫低頭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公爵大人，那股力量太強大了，我擔心他會傷害到瑞爾莎。”阿奇蒙德走到窗邊，很久以前，神殿曾收到過一個神諭，未覺醒的銀色血脈會讓帝國之心變黑。因為這個預言，皇室一直監視着阿拉克尼家族。當瑞爾莎出生時，表現出魔力微弱，他們便聲稱預言即將成真，命令我們將她交出去。但我做不到，所以我把費諾交給了他們。我把兒子送往邊境，以爭取時間，直到瑞爾莎的力量覺醒。奧伯倫說道：“請不要自責，公爵大人。費諾大人是為了瑞爾莎小姐自願離開的。”阿奇蒙德嘆了口氣，雖然他的妻子因生下瑞爾莎而去世，但他依然深愛着他的女兒。阿拉克尼家族已經不如從前那樣強大了，皇室和那些遠親都在尋找機會攻擊我們，我們的處境已經足夠危險了。而那個孩子的力量又遠比我們預想的要強大。阿奇蒙德看向奧伯倫：“你必須時刻盯着他，明白嗎？”奧伯倫低頭回應：“當然，公爵大人。”費諾站在城牆上，伸出手臂接住了落下的巨鷹。他從巨鷹腿上的皮筒裡取出一封信件。終於有個好消息了，他微笑着說道：“我等不及想看看你長大了多少，我親愛的瑞爾莎。”羅西南特抱着厚重的書籍，面帶微笑的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叫羅西南特。在為您安排好家庭教師之前，將由我負責您的教育，瑞爾莎小姐。”瑞爾莎坐在寬大的椅子上，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唢呐告訴我了，你是父親的助手。”羅西南特推了推眼鏡，在費諾大人回來之前，我有充足的時間能教導您是我的榮幸，請隨意稱呼我即可。瑞爾莎開心地回應道：“謝謝你。”羅西南特將一本厚書遞給瑞爾莎：“今天我們要從簡單的內容開始嗎？”瑞爾莎接過書，看着封面上的標題念道：“初學者魔法指南。”羅西南特有些驚訝地問道：“您已經識字了嗎？”瑞爾莎抱着書回答道：“是的，認識一點。”羅西南特感嘆道：“真了不起，我在您這個年紀還讀不了這麼好。您以前請過老師嗎？”瑞爾莎遲疑了一下，低聲回答道：“並沒有真正的老師，我是在別館看繪本，學會認字的。書裡用簡單的方式教我識字，所以
我學得很快。羅西南特笑着回應道：“原來如此，我很佩服您能自學得這麼好。如您所知，瑞爾莎小姐，阿拉克尼家族的成員擁有特殊的力量。通常情況下，直系後裔在出生時就會覺醒力量，旁系親屬則在4到7歲之間覺醒。您的力量覺醒得稍微晚了一些，但最後還是成功覺醒了，所以您不必擔心。”瑞爾莎坐在椅子上問道：“會有力量完全不覺醒的情況嗎？”羅西南特思考着：“我以前從未聽說過這種情況。不過，您為什麼這麼問？”瑞爾莎轉過頭，避開視線：“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他低下頭，在心裡默默思索：原來在前世，我的力量一直沒有覺醒，是很反常的事。那麼這一次力量又是如何覺醒的呢？從現在起，我能為阿拉克尼家族做些什麼？無論如何，我都想保護我的家人。羅西南特合上書本：“今天就到這裡吧，辛苦了，瑞爾莎小姐。剩下的時間您可以自由安排。”瑞爾莎禮貌地鞠了一躬：“好的，謝謝你，羅西南特。”他快步跑出書房。羅西南特看着他的背影，露出溫和的微笑。他一邊整理桌上的書籍，一邊在心中感嘆：瑞爾莎小姐非常聰明，理解能力極高，提出的問題也遠超她的年齡。真遺憾，她以前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育。但這很奇怪，我不認為她以前住的那座別館會有任何兒童讀物。瑞爾莎獨自來到巨大的圖書館，她爬上高高的梯子，在密密麻麻的書海中搜尋阿拉克尼家族、預言，還有那些遠房親戚。我不在乎那是什麼，我只需要一些線索。我必須找出阿拉克尼家族走向毀滅的原因。在前世，我對此一無所知，但現在我的力量已經覺醒了，或許我真的能夠改變未來。一個身影走近，那個身影停在不遠處，說道：“看啊！”他指着前方，嘲笑道：“是那個被詛咒的孩子。”瑞爾莎抱着書猛地一顫，那是阿拉克尼家族的遠房親戚。男孩繼續譏諷道：“你甚至連家族的血統都沒能好好繼承，我的頭髮顏色都比你更接近銀色。”另一個男孩跟着起哄：“別離他太近，否則你也會被詛咒的。”瑞爾莎邁開腳步，在前世我因為害怕而總是躲着他們，但現在不同了。他大聲喊道：“別那麼說，我現在是真正的阿拉克尼了。”綠髮男孩冷笑着舉起手，手心泛起微光。聽起來有人因為力量覺醒就變得自大了呀？那就讓我們看看你有多擅長使用它吧。粗壯的藤蔓破土而出，纏住了瑞爾莎的腳踝。瑞爾莎驚叫一聲：“好痛，放開我！”綠髮男孩走近幾步：“你為什麼不用自己的力量脫困呢？如果你是真正的阿拉克尼，就試着用你那高貴又強大的力量啊！”棕髮男孩突然上前：“你的手臂上。”綠髮男孩疑惑地問道：“什麼？”一隻碩大的甲蟲正順着男孩的袖子向上爬。綠髮男孩驚恐地大叫起來：“這是什麼？救命！我手臂上有隻蟲子，好惡心！”兩個男孩在圖書館裡亂作一團，拼命拍打着身體，四處亂竄。瑞爾莎感到十分困惑，他們為什麼突然這麼慌張？李斯卡爾從書架後走來：“是誰在這裡大吵大鬧？難道你們不知道在圖書館裡要保持安靜嗎？”兩個男孩嚇得渾身一顫，這一定是李斯卡爾用力量制造的幻覺。李斯卡爾打了個響指，男孩手臂上的蟲子瞬間消失了，纏繞在瑞爾莎腳踝上的植物也隨之不見。李斯卡爾冷冷地說道：“滾遠點，除非你們想再領教一次教訓。”兩個男孩嚇得連滾帶爬地逃走，嘴裡不甘心地喊着：“可惡，我們會找你算賬的。”瑞爾莎站起身：“李斯卡爾，謝謝你幫了我。”李斯卡爾說道：“我不是為了你才這麼做的，所以你不需要謝我。”瑞爾莎愣在原地，李斯卡爾邁步離開，冷淡的聲音在圖書馆裡回盪：“你當初就該一直待在那個別館裡，別出現在我面前。”瑞爾莎心中泛起一陣苦澀，在前世，李斯卡爾也同樣討厭我。陽光透過高大的窗戶灑進房間，李斯卡爾獨自蜷縮在床邊，將頭埋進膝蓋。門外傳來輕微的響動，李斯卡爾問道：“誰在那裡？”里卡多推門而入，平靜地回應道：“是我，里卡多。看來你見過瑞爾莎了。”李斯卡爾說道：“那又怎樣？我根本不在乎他。”里卡多反問：“真的嗎？那你為什麼露出那種表情？為什麼不放下你的自尊心，去向他表示祝賀呢？這段時間以來，你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他的力量覺醒嗎？”李斯卡爾的眼神中透出一絲動搖。在星光照耀的城堡裡，住着幸福的一家人。李斯卡爾是這個家庭中光芒最微弱的孩子，他總是獨自坐在窗邊看書。有一天，李斯卡爾聽說又有一顆星星即將從天而降，他靠在母親懷裡問道：“母親，這顆星星什麼時候才會到呢？”母親輕聲回應道：“再過100個夜晚，它就會來到你身邊。”李斯卡爾開心地說道：“那我在等待的時候，會把星星當作故事書來讀。”李斯卡爾每天都坐在母親懷裡，對着母親腹中的星星低語。他讀書時偶爾會讀錯字，便停下來，將耳朵貼在母親的肚子上。母親看着李斯卡爾，臉上帶着微笑。李斯卡爾趴在書堆裡：“我需要更加努力學習，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哥哥。”李斯卡爾每天都在讀書，等待着那顆小星星的到來。然而，就在星星終於降臨世間的那一天，李斯卡爾的母親最終回到了天上。星光下的城堡陷入死寂，曾經閃耀的家庭分崩離析。李斯卡爾被獨自留下，他長時間地凝視着窗外。從那天起，他不再抬頭仰望星空，因為他等待了許久的這顆星星，最終變成了他最厭惡的存在。李斯卡爾站起身：“祝賀他嗎？我為什麼要祝賀？像她這樣一個有缺陷的女孩？”里卡多說道：“別那樣稱呼她。”李斯卡爾大聲反駁：“但這是事實，她的力量花了這麼多年才覺醒，我不這麼叫她，還能叫她什麼？難道你忘了我們家因為她遭受了多少痛苦嗎？”里卡多低聲呵斥道：“李斯卡爾，夠了！”李斯卡爾攥緊拳頭，咬牙切齒地說道：“如果他當初根本沒有出生，那就好了。”啪嗒一聲，一本書掉落在地。瑞爾莎站在不遠處，雙手捂住嘴巴，
發出一聲驚呼，兩人停止爭吵，回頭看去。瑞爾莎低聲說道：“里斯卡爾，對不起，你看起來很不開心，所以我來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幾乎算不上一個合格的阿拉克尼，我的頭髮不是銀色的，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我的力量。”他抬起頭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所以你討厭我也是理所當然的。里斯卡爾愣在原地，為什麼你要說那種話？他對着瑞爾莎大聲喊道：“別那樣笑，你應該哭着責怪我才對，你這樣讓我看起來就像個壞人一樣。我曾經是那麼的討厭你，如果不是因為你，母親和父親現在還會留在這裡。”里卡多嚴厲地喊道。里斯卡爾繼續說道：“但我心裡很清楚，瑞爾莎，這並不是你的錯，這反而讓我更加憤怒。”他抬起手擦拭眼淚，我討厭那個討厭妹妹的自己，明明她什麼都沒有做錯。瑞爾莎沉思着，原來是這樣。里斯卡爾討厭我的原因，並不是因為我很弱小，在母親去世、父親離開城堡的時候，里斯卡爾甚至比現在的我還要年幼。那時候的他只能獨自坐在窗邊，看着空蕩蕩的房間，他一定感到非常孤獨和害怕，所以他想要找个人來責怪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瑞爾莎猛地抱住里斯卡爾，對不起，我來晚了，你一定感到很寂寞吧？因為我也曾有過同樣的感受，所以我能理解你，我不會再讓你孤單一人了，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。瑞爾莎問道。所以從現在開始，我們可以作為兄妹好好相處嗎？里斯卡爾和瑞爾莎對視着，兩人牽起了手。里斯卡爾流着淚喊道：“騙子，你怎麼可能想要我這樣的哥哥？”瑞爾莎在心中再次暗暗發誓，我一定要改變未來。他抱着一本畫冊，所以里斯卡爾，這本畫冊是你做的嗎？里斯卡爾點頭，是的，我不能讓我的妹妹變成文盲，所以我讓里卡多把她留在你的別館裡。瑞爾莎問道，你一個人完成了整本書嗎？這太了不起了。里斯卡爾清了清嗓子，這沒什麼大不了的。里卡多在心裡暗自嘀咕，笨蛋。瑞爾莎翻開書頁，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跡，難怪這些字看起來有點奇怪。里斯卡爾急忙辯解道，我是故意寫成那樣的，這樣你讀起來會更容易一些。瑞爾莎抱着書笑了起來，我只是在開玩笑。里斯卡爾，你以後還會為我做另一本書嗎？里斯卡爾閉上眼睛，故作矜持地回應道，當然，如果我有時間的話，雖然這很費功夫，但我可以為你做。房門被猛地推開，嗩娜衝進房間，瑞爾莎小姐。瑞爾莎轉過頭，嗩娜鬆了一口氣，原來您在這裡，謝天謝地，我一直在到處找您。瑞爾莎有些抱歉地回應道，對不起，我正打算去圖書館。嗩娜走上前，您還好嗎？我聽說您和一些遠房親戚的孩子發生了爭執。里斯卡爾雙手抱胸，冷冷地說道，那根本是一場單方面的欺凌，那些家伙合夥圍攻瑞爾莎。嗩娜愣了一下，什麼？真是令人難以置信，他們竟然有臉要求召開聽證會。里卡多問道，你是說懲戒聽證會嗎？嗩娜點了點頭，是的，家族的遠房親戚們已經正式提出請求，要求傳喚瑞爾莎小姐參加懲戒聽證會。一隻拳頭重重地砸在長桌上，克倫多侯爵憤怒地吼道，你看到我的孩子流血了不是嗎？我們的孩子被禁止對彼此使用力量，你是想因為那個女孩是你的孫女，就打算掩蓋這件事嗎？一名紫髮貴族試圖安撫道，請冷靜點，克倫多侯爵，這只是孩子們之間的打鬥，所以我們應該先核實事實。克倫多侯爵打斷了他的話，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們應該舉行一場紀律聽證會。您怎麼看，公爵大人？阿奇蒙德嘆了口氣，如果大多數長輩都同意，我會服從決定。克倫多侯爵繼續說道，作為您的遠親，我們一直對阿拉克尼家族忠心耿耿，但如果我們對這種事情保持沉默，我們要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？另一名貴族回應道，我同意。坐在旁邊的年輕貴族也附和道，我也同意。阿奇蒙德看着眾人，那麼我們將舉行紀律聽證會，我不會為我的孫女破例，不過她會得到一場公正的審判。克倫多侯爵露出一絲冷笑，作為阿拉克尼家族的首領，必須首先保持中立，因為家族內部必須維持平衡，所以公爵不能偏袒直系後裔。如果他不能堅持這個原則，遠親們就會背棄阿拉克尼家族。克倫多侯爵心中暗自嘲諷，沒有了兒子來守護主家，阿奇蒙德不過是一隻沒牙的老虎。我們必須在費諾大人回來之前處理掉那個孩子。阿奇蒙德坐在高位上宣布，紀律聽證會現在開始。克倫多侯爵帶着他的兒子埃貝爾走進大廳，埃貝爾昂着頭，神情傲慢。一名官員開口說道，埃貝爾、克倫多和瑞爾莎，阿拉克尼，請移步至指定席位。瑞爾莎低着頭，大家一定都在為我擔心。嗩娜說道，聽證會只允許被傳喚者和血親監護人參加，他們故意只傳喚瑞爾莎小姐，就是為了讓她孤立無援。里斯卡爾握緊拳頭，可惡，明明真正動用力量的人是我。嗩娜低聲的喃道，如果費諾大人在這裡的話。瑞爾莎說道，沒關係，我會自己去參加聽證會的，我沒有做錯任何事，所以應該沒問題的，不用擔心我。瑞爾莎獨自站在大廳中央，我沒有做錯任何事，所以我不害怕。但是爺爺會相信我嗎？阿奇蒙德坐在高處，神情嚴肅地俯視着下方。埃貝爾指着瑞爾莎大聲喊道，那個女孩對我使用了力量，她說她的力量已經覺醒了，還說想在我身上試試看。我當時正想逃跑，結果摔倒受傷了。瑞爾莎反駁道，不對，是你先動用力量的，至於你的傷。瑞爾莎突然停了下來，心中猶豫着，如果我說出真相，里斯卡爾可能會有麻煩的。埃貝爾冷笑道，看吧，他甚至連話都說不完。克倫多侯爵按住埃貝爾的肩膀，瑞爾莎小姐，請向埃貝爾誠懇地道歉，這樣我們就會讓這件事過去。瑞爾莎堅定地說道，
我拒絕道歉，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。克倫多侯爵冷哼一聲，很明顯，他不道歉是因為他覺得我們地位卑微，不配得到他的歉意。看來僅僅是道歉已經不夠了。我要求將瑞爾莎再次關進別館。旁邊的貴族附和道：“看他那副表情，他不只是在固執己見，這就是被寵壞的結果。作為直系後裔，他享受了太多的特權。”瑞爾莎站在大廳中央，聽着周圍的指責聲，整個人僵在原地。大門被猛地推開，請等一下。費諾走進大廳，雖然我來的有點晚，但我想要參加這場聽證會。大廳內頓時陷入一片騷動，貴族們驚訝地低聲議論道：“天哪，費諾大人回來了！他怎麼回來的這麼快？”瑞爾莎心中想到：“那就是我的父親嗎？”費諾直視着克倫多侯爵：“據我所知，聽證會必須由雙方監護人陪同參加，這是規矩。然而，你作為一個成年人，卻在這裡圍攻一個年幼的孩子，你管這叫公正的審判嗎？”克倫多侯爵顯得有些慌亂。“費諾大人，您怎麼這麼快就趕回來了？”費諾冷冷地回應道：“首先讓我把事情說清楚，我的女兒並不是被關在別館，她是為了安全才被送到那裡的。另外，如果她真的動用了力量，你的兒子應該很清楚那股力量是什麼。”他看向埃貝爾：“那麼告訴我，我女兒的力量是什麼？”埃貝爾支支吾吾地回應道：“那個。”費諾看向克倫多侯爵：“你甚至連這種事都沒有核實，就敢要求舉行聽證會嗎？”克倫多侯爵啞口無言。費諾繼續說道：“另外，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。”羅西南特抱着一疊厚重的書籍走上前，這些是瑞爾莎小姐過去4年在別館生活的記錄。他翻開記錄，當眾宣讀：別館的暖氣曾連續中斷數日，而且小姐沒有得到合理的飲食，甚至連衣服、藥品或書籍都沒有提供。阿奇蒙德憤怒地吼道：“什麼？”他盯着克倫多侯爵質問：“你負責別館的預算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”克倫多侯爵嚇得後退，他支支吾吾地辯解道：“別館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管理的。”費諾冷冷地問道：“你是說你就這樣把我女兒丟在那種被遺棄的地方嗎？”他轉過頭看向高位上的阿奇蒙德：“阿奇蒙德大人，這個男人故意虐待阿拉克尼家族的直系後裔，並利用紀律聽證會謀取私利，請務必追究克倫多侯爵的責任。”阿奇蒙德回應道：“你說的對，我不能把任何權力交給一個制造混亂並欺騙家族首領的人。”克倫多侯爵臉色慘白，顫抖着喊道：“公爵大人！”阿奇蒙德神情嚴厲地宣布：“作為阿拉克尼家族的首領，我在此剝奪克倫多侯爵的長輩職位。”聽證會結束後，大廳內恢復了平靜。嗩娜快步走向瑞爾莎：“瑞爾莎小姐，很高興一切都解決了，而且費諾大人回来了。”費諾邁步走近，停在瑞爾莎面前。瑞爾莎低聲叫道：“父親！”他抓着裙角，心中忐忑不安。也許他討厭我，畢竟他當初是因為我才被送到邊境去的。費諾伸出手，將瑞爾莎抱進懷裡。“好久不見了，瑞爾莎，我非常想念你，親愛的。”費諾說道。“瑞爾莎，讓我看看你長大了多少。”他看着空蕩蕩的前方，疑惑地發出一聲輕嘆：“你什麼時候跑到那裡去了？”“過來，瑞爾莎！”費諾再次呼喚道。“瑞爾莎！”羅西南特走上前說道。“看來瑞爾莎小姐在您面前有些害羞呢。”“費諾大人。”瑞爾莎躲在嗩娜身後。“對不起，父親。”嗩娜看着瑞爾莎問道：“你在費諾大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嗎？”瑞爾莎坐在床上：“是的，我一直很想見到父親，但現在他真的在這裡了，我卻覺得有些尷尬。”嗩娜站在一旁安撫道：“畢竟您和父親分開了這麼久，你們之間感到生疏是很自然的，你們只是需要時間去了解彼此。”瑞爾莎抬頭問道：“你覺得我能做到嗎？”嗩娜微笑着回應道：“當然，你們只需要再多一點時間，或者您要不要為他準備一份禮物？”瑞爾莎疑惑地重複道：“禮物？”嗩娜肯定地說道：“是的，只要您用心準備，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的。”瑞爾莎輕聲問道：“一份小禮物也可以嗎？”嗩娜鼓勵道：“當然了，只要是您親手做的，無論什麼都會很棒。”阿奇蒙德看着手中的玩偶：“我完全沒有想到，那個孩子竟然一直生活在那樣惡劣的環境裡。在你離開之後，我一直忙於保護家族，以至於沒能照顧好我自己的孫女。我本該做一個更好的祖父，對不起，費諾。”費諾說道：“你應該道歉的對象是瑞爾莎，而不是我。”阿奇蒙德嘆了口氣：“是的，你說的對。我聽說在即將到來的皇太子生日那天會舉行一場加冕儀式。”費諾說道：“那將是一個向首都的人們展示我已回歸的好機會。”阿奇蒙德提醒道：“但現任皇帝對我們家族的力量深懷忌憚，如果你參加儀式，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反應。在最壞的情況下，他會認為我們已經向皇室屈服了。”費諾說道：“那不重要，現在更重要的是重新介入中央政治，哪怕冒着被誤解的風險。我們的一些遠親正秘密地與皇室接觸，在他們背叛我們之前，我們必須向他們展示阿拉克尼家族依然強大。是時候採取行動了。”為了保護瑞爾莎，費諾走在長廊上，所以他要為那個小鬼兒子舉辦一場華麗的生日派對。看來他真是清閒得很。羅西南特跟在費諾身後。即便如此，我很高興您剛才保持了禮貌。我原本還擔心您會發脾氣，畢竟您已經很久沒見到公爵大人了。費諾停下腳步問道：“你說什麼？”羅西南特連忙改口：“請原諒，是我失言了。”費諾嘆了口氣：“我才離開了4年，竟然就有這麼多工作要處理，而我最緊迫的任務……”羅西南特拿出一本粉色封面的書遞了過去，就是和瑞爾莎小姐搞好關係。費諾看着書問道：“這是什麼？”羅西南特解釋道：“這是一本育兒指南，您不能像對待年輕少爺們那樣粗魯地對待瑞爾莎小姐，因為她還很小，而且非常珍貴脆弱。”費諾翻開書頁讀道：“如何用能讓孩子安心的方式說話？沒關係，你做得很好，我親愛的小公主，乖哦，別哭了，和爸爸一起喝點粉紅色的藥水吧，這是好吃的草莓味哦。”費諾感嘆道：“
我寧願回到戰場上去，也不想做這種事。瑞爾莎小跑着過來，父親。費諾立刻蹲下身子，換上一副溫和的表情。是的，我的小公主，怎麼了？羅西南特在一旁忍不住偷笑起來。瑞爾莎心中疑惑，他為什麼叫我公主？他歪着頭說道：“我想和您一起去個地方。”費諾問道：“去哪裡？現在嗎？”瑞爾莎點了點頭。費諾看着瑞爾莎，在心中感嘆道：“天哪，現實中的育兒似乎比手冊上寫的還要難。”微風吹過湖面，費諾帶着瑞爾莎坐上一艘小船，在水面上緩緩行駛。四周一片寂靜，瑞爾莎低着頭，好尷尬。費諾在心中反覆提醒自己，羅西南特說過，她很小很珍貴，而且很脆弱。瑞爾莎清了清嗓子，那個，她伸出雙手，手心裡捧着一個用白花和綠葉編織成的小圓環。我帶您來這裡，是因為我想把這個送給您。費諾問道：“這是你親手做的嗎？”瑞爾莎點頭回應道：“是的。”費諾看着瑞爾莎，露出了溫和的神情。瑞爾莎問道：“您願意戴上它嗎？”費諾有些意外地確認道：“給我戴嗎？”瑞爾莎回應道：“是的，拜託了。”費諾伸出手，瑞爾莎將花環套在他的手腕上，他抬起手腕展示着。“你覺得怎麼樣？適合我嗎？”瑞爾莎開心地喊道。“是的，您看起來棒極了。”費諾在心中想到，看来他終於放鬆了一些。他開口說道：“里希昂很快就要回家了，你可能不記得他了，他是你的大哥。等夏天到了，我們可以全家人一起為你舉辦生日派對。”瑞爾莎愣住了。“我的生日派對嗎？”他低下頭，在心中憂鬱地想到。但是母親在我出生的那天去了天堂，那一定是個讓所有人感到悲傷的日子。我們真的要慶祝他嗎？瑞爾莎開口問道：“我的生日真的應該被慶祝嗎？”費諾一臉不解：“你這是什麼意思？”瑞爾莎說道：“母親是因為我才去世的，大家都是這麼說的。”他回想起那些刺耳的流言蜚語，他的母親因為他而死，他怎麼還有臉待在這裡看着他在那兒玩耍，甚至都不知道那天是什麼日子，真是讓人毛骨悚然。他眼中含着淚水，呆呆地看着前方。“我從來沒有收到過禮物，也沒有吃過生日蛋糕，更沒有人對我說過生日快樂，所以我一直以為這輩子都不會有這樣的時刻了。”費諾伸手將瑞爾莎抱進懷裡。“你的出生是一個祝福，瑞爾莎，全家人都在期待着你出生的那一天，所以永遠不要再那樣想你自己了。你是我的寶貝女兒。”瑞爾莎靠在父親懷裡，輕聲地喃道：“父親。”陽光灑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小船在湖中緩緩行駛。湖邊的灌木叢傳出陣陣聲響。里斯卡爾躲在茂密的葉片後，目不轉睛地盯着湖面上的小船。里卡多走到灌木叢旁：“里斯卡爾，你到底在那裡幹什麼？”里斯卡爾立刻豎起手指放在唇邊，他壓低聲音說道：“父親和瑞爾莎正在約会。”里卡多順着他的視線看去：“約會嗎？”他感嘆道：“你說的對，他們兩個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親近了？”里斯卡爾有些不甘心地說道：“我也想和父親一起坐船。”瑞爾莎簡直像膠水一樣黏着父親。“我也想摸摸瑞爾莎的頭。”里卡多无奈地問道：“你到底是在嫉妒瑞爾莎，還是在嫉妒父親？”他嘆了口氣：“算了，我們還是讓他們單獨待着吧。我們到底在這裡幹什麼？”湖面上的小船裡，瑞爾莎仰起頭：“對了，父親，您真的喜歡我的禮物嗎？”費諾溫柔地回應道：“當然了，這可是我真愛的女兒送給我的禮物。”里卡多聽到這話，猛地直起身子。瑞爾莎竟然送了禮物，我承認這一點確實讓我有點嫉妒。我也想要瑞爾莎送的禮物。里斯卡爾再也按捺不住，我決定了，我也要去讓瑞爾莎給我做一個手鏈。他急匆匆地從灌木叢裡衝了出去。里卡多在後面喊道：“小心點，里斯卡爾！”緊接着，湖邊傳來一聲巨大的落水聲。費諾和瑞爾莎被聲音驚動，齊齊轉頭看向水花濺起的方向。里卡多渾身濕透地站在岸邊，手裡拎着同樣濕漉漉的里斯卡爾。“我們只是路過而已。”里斯卡爾揮動着拳頭，大聲喊道：“給我也做一個手鏈！”里卡多在一旁不滿地抱怨道：“你竟然只讓他給你做手鏈，這不公平！”里斯卡爾理直氣壯地反駁道：“那你也讓他給你做一個不就行了？”瑞爾莎看着爭吵不休的兄弟倆，先是愣了愣，隨即笑了起來：“你們兩個別吵了，我會給你們每人都做一個手鏈的。”里斯卡爾和里卡多立刻停下爭吵，異口同聲地確認道：“真的嗎？”費諾微笑着提議：“那我們可以一起做手鏈。”瑞爾莎沉思着：“在前世，我甚至不敢夢想能成為家庭的一員，我曾如此渴望，卻覺得那是遙不可及的存在。我很慶幸能回到過去，我想永遠記住這一刻。”陽光明媚的午後，花園裡的噴泉正噴湧着清涼的水花。阿奇蒙德環視着四周的花壇，有些不滿地自言自語道：“這個花園打理得真是不像樣，我得叫奧伯倫過來，讓他把園丁換掉。”他正打算離開，眼角的餘光卻瞥見了什麼。他轉頭看向不遠處，費諾正站在那裡，手中捧着一簇粉嫩的小花。阿奇蒙德的目光落在了費諾的手腕上，他一個成年男人，為什麼要戴着那種花環手鏈？費諾走上前去問道：“父親，您是在散步嗎？”阿奇蒙德清了清嗓子：“你從小就是一個非常莊重的人，作為我的兒子，一直都很體面，所以你到底為什麼要戴着那個單薄的花環手鏈？我知道你回來很高興，但你的威嚴都去哪了？”瑞爾莎小聲地說道：“那是我為他做的。那個手鏈是我送給父親的禮物，看起來很糟糕嗎？”阿奇蒙德整個人僵在原地，冷汗順着臉頰流下，他支支吾吾地問道：“什麼？瑞爾莎，那是你做的嗎？”費諾低頭看着瑞爾莎，語氣堅定地回應道：“沒錯，父親，我女兒辛辛苦苦做的手鏈，你竟然責怪我戴着它？父親，您真是太冷酷了。”阿奇蒙德如遭雷擊，整個人陷入了巨大的震驚之中，這簡直是他70年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機。夜幕降臨，繁星點綴着城堡上方的天空。一人走進華麗的寢殿，停下腳步問道：“
您在叫我嗎？一名穿着華麗暗紅色禮服的女性說道。你來了，李西昂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我聽到了一些關於你家人的好消息，你也聽說了嗎？李西昂單膝跪地行禮。我還沒聽說。女性微微一笑。你妹妹的力量已經覺醒了。李西昂猛地一顫。女性盯着他問道，你有沒有想過這會導致什麼後果？李西昂冷靜地回答道，什麼都不會發生。女性俯視着跪在面前的李西昂，是嗎？李西昂點頭，是的，他只是做到了大家對他的期望而已。女性伸出手托起李西昂的下巴，我喜歡這個回答。皇太子的加冕儀式很快就要舉行了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也會到場，想到能再次見到他們，你應該很高興吧？李西昂沉默着沒有回答。女性擺了擺手，你可以走了，現在是你和阿德里安練習劍術的時间了。李西昂站起身，是的，陛下。女性再次開口叫住了他，語氣冰冷地提醒道，李西昂，不要忘記，在過去的4年裡，我一直都在盯着你家人的背後。李西昂低聲回應道，當然。他側過頭，眼神中透着一股冷峻。我記得。阿奇蒙德清了清嗓子說道，仔細想想，這也是個非常漂亮的手鏈。瑞爾莎問道，真的嗎？阿奇蒙德蹲下身，當然。你也能為我做一个用花做的饰品吗？我很想擁有一個孫女親手制作的飾品。瑞爾莎看着阿奇蒙德，我以前很害怕祖父，因為他總是很生氣，但他現在看起來似乎沒那麼可怕了。瑞爾莎笑着回應道，好的，祖父，我也為您做一個。阿奇蒙德欣喜地說道，謝謝你。他將編好的黃色花環戴在阿奇蒙德頭上。自從回到過去，發生的全是好事，也許這一次我真的能和祖父好好相處。阿奇蒙德戴着花環，神情變得柔和。幾天後，費諾看着桌上的甜點說道，我聽說皇宮的宴會就在5天後。阿奇蒙德坐在對面問道，您打算什麼時候去首都？費諾回應道，沒必要太匆忙，我3天後出發。瑞爾莎正咬着甜甜圈，聽到對話後停了下來。他要去參加皇宮的宴會嗎？首都是消息傳播最快的地方，那裡會有很多重要人物，也許我能在那找到保護家人的線索。瑞爾莎看向費諾說道，我想和你一起去參加宴會。父親費諾有些驚訝地問道，真的嗎？瑞爾莎點頭，是的，我想去首都買漂亮的裙子，還要交很多朋友。阿奇蒙德冷冷地打斷道，不行，根據阿拉克尼家族的家規，像你這麼小的孩子不能離開領地。瑞爾莎小聲反駁道，但是我是和父親一起去。阿奇蒙德突然大聲吼道，我說過不行。費諾大聲喊道，父親，您嚇到他了。大廳內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。瑞爾莎顫抖着，整個人愣在原地。阿奇蒙德沉默許久，低聲說道，我很抱歉，你們現在可以離開了。大門沉重地關上，阿奇蒙德獨自站在窗前，背影顯得有些落寞。奧伯倫走近阿奇蒙德說道，公爵大人，您就不能對瑞爾莎小姐稍微溫柔一點嗎？阿奇蒙德問道，你一直在看着我們嗎？奧伯倫，我知道自己以前嚴重忽視了那個孩子，但他必須像其他人一樣遵守規則，哪怕是一個小小的例外，都可能削弱整個家族的根基。當我年輕的時候，作為家族未來的繼承人，我的生活被責任完全佔據，我沒有奢侈的權利去做自己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家族的利益。一名穿着綠色長裙的女子走近，你一定就是阿奇蒙德。阿拉克尼，你果然像傳聞中那樣生硬。北方的公爵難道都是這個樣子嗎？阿奇蒙德回應道，你在說什麼？女子笑着伸出3根手指，即便如此，我有信心能在3天內讓你愛上我。阿奇蒙德愣在原地，直到我遇到了我的妻子，那一切才發生了改變。她是一個大膽而誠實的女人，和我見過的任何貴族小姐都不一樣。女子靠近阿奇蒙德，不重嗎？阿奇蒙德問道。什麼意思？女子指着他的肩膀，那件斗篷，你總是穿着這麼沉重的東西。我們曾被責任緊緊束縛在一起。女子繼續說道，我來為你分擔吧。奇怪的是，我的目光總是追隨着他，盡管我從未表露過自己的心意。女子披上斗篷，我看起來怎麼樣？適合我嗎？當冬天來臨，我的妻子懷着費諾時，我不得不去遠征獵殺魔獸。阿奇蒙德揮劍斬向魔獸，鮮血濺落在雪地上。這些野獸殺也殺不完，加強邊境的防禦，並向家族的遠親請求支援。一名衛兵跑向阿奇蒙德，公爵大人，夫人情況危急。阿奇蒙德的心猛地一沉，我像瘋了一樣騎馬趕回城堡，那是生平第一次，我拋棄了自己的職責，只為了履行一個丈夫的義務。他衝進房間，緊緊握住妻子的手。妻子虛弱地說道，我以為你不會回來了，因為對你來說，阿拉克尼家族比任何事情都重要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你這一點。你終於在看着我了。妻子留下最後的話語，將費諾托付給我後，靜靜地閉上了眼睛。我為擅離職守付出了慘痛的代價，失去指揮官的騎士團陷入混亂，傷亡極其慘重。阿奇蒙德看着廢墟中絕望的人們，我吸取了教訓。我意識到，如果我想守護家族的名譽，就絕不能再讓情感左右自己。從那以後，我只破例過一次，那就是瑞爾莎出生的那天。我不後悔保護瑞爾莎的決定。阿奇蒙德閉上眼睛，但是規則絕不能再次被打破。門外傳來敲門聲，阿奇蒙德問道：“是誰？”進來。門被推開，瑞爾莎抱着一本厚重的書走了進來。他費力地舉起書：“祖父，請看這個。”阿奇蒙德接過那本沉重的書，這不是阿拉克尼家族的家規嗎？瑞爾莎指着書頁說道：“這裡寫着，只有掌握了家族力量的人才能離開領地。這說明，只要我學會自由使用力量，就可以在不違反家規的情況下前往首都，對嗎？”阿奇蒙德沉思片刻，沒錯，這條規則是為了防止家族力量失控引發意外而制定的。瑞爾莎伸出3根手指，那就請給我3天時間，我會在3天內完全掌握我的力量，我知道我能做到。
阿奇蒙德看着瑞爾莎，陷入了沉默。他的神情和語氣讓他瞬間想起了那個曾對自己說出同樣宣言的女人：“我會讓你在3天內愛上我。”阿奇蒙德合上手中的書：“你打算在短短3天內掌握你的力量嗎？”瑞爾莎堅定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如果我成功了，請讓我去首都。”阿奇蒙德微微一笑：“既然你如此堅決，我想我可以給你許可，但我有一個条件，如果你失敗了，在你成年之前都不能再提去首都的事。如果你能向我保證這一點，我就允許你去首都。”瑞爾莎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謝謝您，祖父。”嗩娜看向瑞爾莎：“你想讓我教你如何自由使用力量嗎？”瑞爾莎连连點頭：“是的，祖父說，如果我能熟練使用力量，就可以和父親一起去首都了。”嗩娜思索着問道：“這種事直接找你父親幫忙不是更好嗎？”瑞爾莎認真地回答道：“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做到，然後給他一個驚喜。說起來，你的力量是什麼呢？”嗩娜愣了一下：“我想我還沒展示給你看過。”她瞬間變成了羅西南特的模樣。这個怎麼樣？瑞爾莎驚訝地喊道。羅西南特，嗩娜解釋道：“我的力量是變形，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自己的外貌。”瑞爾莎興奮地感嘆道：“太酷了！你是怎麼發現自己擁有這種力量的？”嗩娜回憶着：“我小時候很喜歡惡作劇，總是想方設法嚇唬朋友們，結果不知不覺間力量就覺醒了。”瑞爾莎愣住了。嗩娜喜歡惡作劇，這真令人意外。在我看來，她簡直像天使一樣。嗩娜微笑着解釋：“這些力量是根據持有者的性格或最大的願望而出現的。我相信你的力量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覺醒的。”瑞爾莎喃喃自語：“但我真正的力量到底是什麼呢？我只知道自己能变出泡泡。難道說我的願望就是玩泡泡嗎？”李斯卡爾躺在長椅上：“你想知道我是如何熟練使用力量的嗎？”他搖了搖頭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從出生起就能自然地使用力量了。”瑞爾莎垂頭喪氣地站在一旁：“怎麼會這樣？”李斯卡爾繼續說道：“想要熟練使用力量，你必須學會如何引導你的魔力。你能感覺到自己的魔力嗎？”瑞爾莎縮起身體：“不能。”李斯卡爾追問起細節：“當你力量第一次覺醒時，發生了什麼？”瑞爾莎回憶着：“那時候我在森林裡遇到了一只熊怪，里卡多為了救我陷入了危險，我不想讓他受傷。等我意識到的時候，我已經在使用力量了。”李斯卡爾陷入沉思：“熊怪嗎？”他看向瑞爾莎：“閉上眼睛。”瑞爾莎順從地閉上眼：“像這樣嗎？”李斯卡爾打了個響指：“好了，現在睜開眼吧。”瑞尔莎睜開眼睛，疑惑地看着前方，一只巨大的布偶熊怪物突然出現在面前，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。瑞爾莎嚇得尖叫起來，她下意識地伸出手，指尖溢出的光芒瞬間消散。李斯卡爾抓了抓頭髮：“該死，沒成功！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假怪物還是不夠真實。”瑞爾莎問道：“這個玩偶是你做的嗎？”李斯卡爾說道：“你的魔力流動非常混亂，是因為打嗝的關係嗎？”瑞爾莎捂着嘴，身體不停地抽動。李斯卡爾露出一絲壞笑：“或者我的妹妹單純是個笨蛋。”瑞爾莎愣在原地，嘴裡不停地打着嗝。她再次抬起手，掌心凝聚起微弱的光芒，隨着一聲輕響，指尖的光芒又破掉了。在那之後，瑞爾莎也向其他人尋求了建議。羅西南特抱着一大疊厚重的書籍走來：“要不要試着學習一下這些書？”瑞爾莎看着堆成小山的課本，感到一陣眩暈，但這些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。瑞爾莎躲在遠處，看着神情冷峻的奧伯倫，他太可怕了。難道我真的是李斯卡爾說的那個笨蛋嗎？但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草叢後傳來了沙沙聲，里卡多撥開樹枝走了出來：“你在做什麼？”瑞爾莎抬起頭，臉上瞬間露出了燦爛的笑容。里卡多說道：“我聽到你在呻吟，還以為你生病了，原來你只是在練習力量。”瑞爾莎有些局促地反駁：“我才沒有呻吟。”里卡多伸出手，瑞爾莎将自己的小手搭在他的掌心。里卡多蹲下身子，在瑞爾莎耳邊低語：“把魔力想象成你身體的一部分，試着慢慢去感受它。當春天到來時，花香會在空氣中飄蕩；當微風吹過，你的髮絲會隨之起舞，就像大自然一樣。魔力始終存在於我們家族成員的身邊，無處不在。”瑞爾莎閉上眼睛，感受着那股氣息，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靜靜地流動着，輕輕敲打着我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。那是我從前世起就一直渴望的東西。他伸出小手，掌心迸發出耀眼的光芒，無數晶瑩的泡泡隨之湧現。忙碌的侍女們停下動作，驚訝地看着漫天飛舞的泡泡。阿奇蒙德察覺到了異樣，轉頭看向光芒亮起的方向，低聲地喃道：“那是……”瑞爾莎脫力地摔倒在草地上。“哎呦！”里卡多立刻上前扶住他。瑞尔莎顧不上疼痛，期待地問道：“我成功了嗎？”里卡多看着漫天飄蕩的泡泡，整個人愣在原地，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成功的範疇。我從未見過擁有如此強大力量的人。